嗨，我是 David。上次这部影片最后有提到，我要另外拍摄一部影片跟大家分享，完全没有木工经验，该如何从电动工具开始学起。那上部影片的回响还蛮不错的，有不少观众有留言分享一些自己的看法，其中一个我要特别拿出来跟大家分享。建议您先提醒新手，电动工具发生意外的风险比手工具还要高，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家庭，还需考虑小孩会不会去乱动工具的可能性。这边说明一下，电动工具的危险性是比手工具要高的，但如果透过有系统性的学习，以及使用正确且安全的方法，可以让你很安全、很有效率的玩木工哦。这也是我们待会会讲到的。那在开始之前，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频道的观众，这是一个关于木工的频道，在这里我会分享许多木作以及木工的教学，让木工新手们可以在刚开始接触木工之前，能大致有个概念。欢迎你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同时，我也知道很多新手们遇到问题都没有人可以询问。如果你在木作上遇到相关问题，也欢迎添加我 LINE 向我询问。有必要的话，也可以预约免费的1对1咨询，连结都放在说明栏。这个小频道需要各位的按赞及评论支持，让我们一起将优质木工内容推广给有需求的新手们。同时，今天影片也请你一定要看到最后，因为在影片的最后，我将会告诉你从零开始学木工最重要的概念，以及我自己整理出了一套公式。OK， 那我们就开始吧。现在是一个网络资讯发达的时代，取得任何资讯将变得易如反掌。换句话说，将一些错误的资讯，又或是不安全的做法放上网络，让他人观看以及学习，也变成一件我们不可忽视的事情了。网络上某些技法，在我们有木工实作经验的人看来，是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可是对于一些经验老道的木工师傅来说，简直是再普通不过的技法了。而刚接触木工的新手们，或许并不知道其中的危险性，看完影片后就动手尝试了，没想到意外就这么发生了。我来举一个木工界很常听到的公安意外。那就是把木工锯片安装在砂轮机上面。你可能有看过这类的新闻，一定也看过五金行有贩售可安装在砂轮机上的小锯片。但我想告诉你，若是在操作时夹锯片或是回弹，你一定会抓不住，因为砂轮机的转速太高了。还有一个大家很常见的，就是圆锯机裁切时，旁边的余料若是没有清掉，有很大的几率会因为机器的震动让余料跑动。如果碰到高速运转的锯片时，就很容易发生木料弹射的意外。所以如果你没有任何判断网络资讯安全性的能力，那我会建议你去上个木工课程，哪怕只是1日的木工体验活动也好，至少能够让你在安全的情况下做木工，也可以利用课余时间向老师询问一些你操作工具上的问题。说到这边，可能有很多观众会说，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去上课，光是工作跟陪家人就没有多余的时间了。如果是这个原因，也蛮推荐大家去上线上课程的，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课程，都是不错的选择，既不受时间的限制，也不受地点的影响。像我自己也上了几门线上课程，也缴了几万块的学费，看似惊人的花费，却可以让我快速学到我想学的东西，更快的达成我的梦想以及目标。不过我相信一定有人不愿意花那么多钱在兴趣上，毕竟学木工不像学股票或外汇一样会赚钱。但现在已经是个知识付费的时代了，如果你真的有心想要学一件事情，最快速能达成你目标的，就是找个有经验的人学习。你不需要花时间去试错，走弯路，又或是花冤枉钱，也不用在几千部影片中寻找能解决你问题的那几分钟。这些都是你自己花时间摸索所花费的成本。或许对你来说，时间成本没什么，因为你利用休假时间，又或是你是退休人士，多的是时间。但你有想过买错一个工具白花了钱吗？你有想过做错后重新买材料的钱吗？这些其实都是成本。甚至你制作当下遇到问题，却没有人可以询问，又必须暂停手边工作，重新找资料，等下个礼拜休假再来尝试，又或是更改一些结构，最后做出来的作品与原先的设计天差地远。如果你坚决不上课，也有一个效果不错的方法，但缺点就是效率不高。我相信90%的人都没尝试过，那就是询问有木工经验的人。如果身边没有木工相关职业的朋友，也可以上脸书社团询问你所遇到的问题。如果是操作上的问题，最好用手机简单拍一下影片或照片，让他人更好了解你的问题。最后的方法就是在网上找资料学习啦。我相信这也是最多人学习的一个方式。但希望你们要有判断安全性的能力。影片大多都是经过剪辑的，若是将失败或发生危险的地方剪掉，乍看之下你会觉得没什么危险性，而让你轻易的尝试危险动作。如果你们是要学习工具安全操作的方式的话，可以观看一些教学性质的频道，
基本上教的方法都会比较安全。讲了这么多，大家应该很乱吧？我来统整一下学习木工的方法：一、去上木工课程；二、报名短时间的木工体验营；三、时间地点不方便的人可以报名线上课程；四、在木工社团询问有木工经验的人；五、在网络上找资料或影片。如果你是新手的话，学习电动工具可以遵循以下步骤：一、详读原厂说明书；二、先了解工具的安全性以及危险动作有哪些，在未来操作要尽可能避免；三、充分了解电动工具的所有功能以及各部位的调整钮；四、从基础的操作方式先开始练习，并完成一个小作品。这边也介绍一个我自己研发的公式，分享给大家，就是我在之前影片有提到的萨迦理论。所谓的萨迦就是英文的 SAGA Saga， 而这4个英文字个别有它的意思在。S 就是 Safety 安全性，当你接触到一个新的电动工具，必须先了解它危险的地方在哪里，什么动作是危险动作，在之后使用要尽量避免。A 就是 Appreciate 理解，请你详阅说明书或是上网看相关的开箱或介绍影片，让你真正了解这个电动工具每个可调节的按钮，它有哪些功能，能应用在什么地方，什么情境下适合使用它。G 就是 Ground基础操作，前面的 S 跟 A 学会后，就可以开始操作电动工具了。当然，第一次操作还不熟悉，我们可以先尝试不开机，模拟待会操作的手势以及方向，接着开机操作，先从最基础的方式开始。A 就是 Advanced 进阶操作，当你熟悉基础操作后，就可以进行进阶操作了。不过要注意一点，就是进阶操作具有一定的危险性，所以最好是有个有经验的人能从旁指导，但也不用太担心，只要前置作业有做好，基本上都不会有问题。例如说夹具要夹，安全护具要装啊，护目镜及耳塞要佩戴等等。如果你认同我上部影片以及这部影片的观念，接下来你要做的就是忘记过去所认知的木工必须从手工学起的观念，换一个新的方式重新来学习木工。当然你在学习使用电动工具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很多问题，例如说不知道买电动工具要买什么品牌，要选择有线还是充电式的，买了电动工具不知道如何使用，不了解电动工具的周边配件该如何挑选，像是很多人就不清楚修边机刀具要如何挑。如果你刚好有这个问题，可以去看看这部影片，应该会解决你遇到的问题。那我想跟你说，你遇到上述问题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那我建议的解决方法就是我上述提到的：一、透过上课的方式向有经验的老师学习，哪怕只是报个1日木工体验活动；二、询问有木工经验的人，若身边没有木工的朋友，也可以上脸书社团询问你所遇到的问题；三、到 YouTube 上找资料以及影片。这个方法我摆在最后，是因为这个方法是最花时间成本的一个方法。网络上影片这么多，你要找到那个真正能解决你问题的影片，简直就是大海捞针。好的，那以上就是我从自身的经验来给予木工零基础的初学者学习电动工具的建议。那么你看完这些之后，你有什么感想呢？也欢迎你在留言处分享你的看法。另外，如果你下定决心要踏入木工的世界，却感到迷茫以及困惑的话，不妨来预约我的免费1对1咨询，让我来给你点建议。最后，也希望大家能订阅以及点赞这部影片，给我这个小频道一个支持。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